大家好，我是周弟，专家对钱币第一眼的感觉 Part 2，让我们不要只有用眼睛去看这部影片，用感受的，尽量找个安静的地方观看。虽然你看的是2D 影片，我希望能用4D 的感官去体验。我知道很困，但是钱币不平整。当压力足够时空白银胚被上下模具撞击时想象一下里面的金属会怎么样流动呢？先是往旁边扩张，撞到磁边膜时会再往内流动。银流到中心点时银的中心就会鼓起。这时发生的速度很快，上下膜其实还是持续的给压力，中间鼓起的部分又被压下去了。由中心往外流动，第二波流动的坡度就越小，但模具还是持续给压力，像是大海浪打上岸上的第二波小浪，直到银币完整被压印后停止流动。这时钱币是平整的。如果压力不足的情况下，银子在模具中流动时还没有完全停止流动，机器已经停止了压力。这时压力不足的钱币就会形成壁面凸起鼓起的感觉，像是这枚币，大家用 3D 的感官去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地方有鼓起来的感觉？要是转动钱币，利用光线折射去感受表面不平整，给大家对比一下平整的钱币。这时很多新手可能会误以为像这枚传阳的这里也是不平整，这里的不平整是钱币的另一面，头部的透打是自然现象，透打呢反而是压力够大，银子流动时背面的图案被冲到正面，正面的图案被冲到背面，尤其是图案的越高处，背面就会越明显，有点像把下面底板的银子吸上来一样，所以转动钱币时这个部分反而有不平的纹路现象。我们来看假币有没有透打。真币制作假模，假模再打出假币，这个过程只是生硬的把透打大概的复制过来，一样能看出透打的轮廓，但是其实壁面是平整的。当你看到透打但壁面是平整，那就需要怀疑了。有透打但是却是平整的，有点像 3D 影像，但是用 2D 呈现，很刻意的表现出透打的样子。看到这里都能看懂吗？ OK， 颜色。其实真正的钱币包浆就只有10几种左右，不外乎呢就是自骨缝隙带污垢的，自骨不带污垢的算是流通少的表现。一色包浆有灰的，有咖啡色的，有浅暗黄色，还有环状包浆、五彩包浆，还有鲜艳色系但不均匀的，有黑包浆。以上总结一点只要是暗色系的属于老包浆，而鲜艳色系属于比较快速氧化的包浆，严格说是新氧出来的包浆，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得出来这是什么包浆。这枚币呢颜色偏暗黄色，这种颜色我们拿相对接近的真币包浆来对比，能感受到真币的包浆是在钱币外层覆盖住钱币的感觉，而这枚假币的颜色总感觉是钱币本身的颜色，就是这样，好像是成分的混杂物比例出了问题钱币是由里而外的颜色，这种黄也是很少见。另一枚是这枚传阳，能看出是暗红色的吗？正常就算是快速后氧也是会形成鲜艳的橘色或红色哦。快速氧化就是放在通风的地方，有新空气不断的在钱币周围氧化着钱币。橘色就是2个黄色堆叠而成的橘色，而再继续氧化，颜色会从橘色变成红色，等于是2个橘色堆叠成了红色。那这枚假币的暗红色相当的不自然，没有颜色慢慢堆叠的感觉，而是直接在钱币上形成红色。钱币不可能接触空气直接产生红色，应该是从黄色开始才对，所以当你多看钱币时就能发现颜色上怪怪的，很难言语形容。OK， 颜色的部分我再补充一下，红色的包浆呢，如果让它持续的在氧化的话，就会形成蓝色或者是紫色的包浆。这边有一枚传阳相信大家对它的包浆颜色
不陌生，因为我们常常会看到右上角白色的部分应该是钱币堆叠的吧？因为钱币堆叠，所以空气比较少能够接触到覆盖的部分。那所以从钱币堆叠覆盖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颜色是从黄色，还有明显的红色，再慢慢到紫色、蓝色。所以这里要表达的是钱币包浆是有渐层感的，是从黄色开始。哎呀，爸爸讲一下东西。所以钱币包浆不太可能就是直接就是一滩红色的或者一滩蓝色的。OK， 好。专家们第一眼的感觉啊，真的不能怪他们，常常会讲一些我们听不懂的术语，因为看钱币看久了，自然就会有这种能力。就好像我们从小盯着电视看叮当猫的卡通，真突然叫我凭空想象画出叮当猫，还真有难度。但是我们却有能力分辨不是原版作者画的叮当猫，哪里怪呢？又没办法直接指出。假币是用真币翻成假模，再用假模敲出了假币。在这个过程中，难道钱币不会少掉一层皮的感觉？这次内容就先到这里，我下次还有更多鉴定知识分享给大家哦，拜拜。